最近我在看住建部的统计数据时，发现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：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全面崩塌，而且崩塌的速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。咱们先看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数据：中国百城二手房价已经连续32个月环比下跌。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从2021年中期开始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陷入了一个看不到尽头的深渊。按照市场机构中指研究院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二手房累计下跌 7.26%， 跌幅比2023年又扩大了 3.73个百分点。这哪里是什么稳楼市，这分明是在加速下跌。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官方公布的数据其实还美化了真实情况。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执行院长丁祖玉在2024年底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一些地方的房价暴跌程度简直骇人听闻。河北廊坊的国瑞生态城二手房均价已经跌到了3850元每平方米，较2017年的历史高点暴跌了 83%。这就好比你当年花100万买的房子，现在只值17万了，这谁受得了啊？再看江苏南通恒大威尼斯小区的二手房均价跌到了4838元每平方米，比2022年的高点下跌了 71%。广东惠州的碧桂园十里银滩更是从历史高点跌了 69%， 现在均价只有4682元每平方米了。你说这还叫稳楼市吗？这分明就是在崩盘啊！现在最搞笑的是什么呢？住建部还在那儿说什么房地产市场已经止跌回稳了。我就想问问这些官老爷，你们的止跌回稳是怎么定义的？是连续32个月下跌叫止跌，还是暴跌 83% 叫回稳？其实啊，现在二手房价格已经跌回到2017年的水平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新房价格止跌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一位知名研究机构的分析师说得很直白，因为二手房掌握在个人手里，所以价格调整比新房更加自由。说白了就是，开发商还能在政府的帮助下死扛着不降价，但普通老百姓可扛不住啊。更讽刺的是，现在很多业主卖房已经不是为了赚钱了，而是为了救命。就像业内专家说的那样，现在很多业主卖房完全是因为企业经营困难，什么价格都可以接受，只求尽快成交。这哪里是什么房地产市场啊，这分明就是一个大型甩卖现场。所以现在的情况是，二手房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，房价跌得越厉害，着急卖房的人就越多，卖房的人越多，价格跌得就越厉害。2024年，克恩瑞监测的30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面积达到了 2.3 亿平方米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这哪是什么好事啊？这分明是在用白菜价大甩卖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房地产市场的崩塌似乎才刚刚开始。咱们来看看2025年房地产行业面临的3座大山。第一座大山就是债务违约潮。市场机构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将面临超过7000亿元的债务到期压力。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就意味着这些开发商在新的一年里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。光大证券给出的数据更吓人，前2个季度各有1600亿的债务要还，到第3季度更是暴增到1900亿。而且这还不是全部，到最后一个季度还有1260亿等着他们。你说这些开发商哪来这么多钱还债？就连曾经的行业龙头万科，现在都在游走在违约边缘了。第二座大山是断供潮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2024年前10个月，全国法拍房新增挂拍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54.60 万套，同比暴增 63.07%。而且这些房子根本卖不出去，成交率只有可怜的 23.85%。更糟糕的是，就算卖出去了，
平均折扣率也高达 77.32%， 这不就是在贱卖吗？有机构预测，2025年因为断供造成的法拍房可能会达到1000万套。你们想想看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会城市的房子都被银行收走了。我给大家举个具体的例子，郑州有个业主，2019年花138万买了房子，当时均价1.2万一平。到了2024年，房价跌到8000一平，直接亏了46万。而且他已经还了35万的贷款，其中80%都是利息。现在还欠银行89万，但房子只值92万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就算把房子卖了，不但拿不回1分钱，还要赔掉父母积蓄中的43万和自己辛辛苦苦还的35万房贷。你说这种情况下，谁还敢买房？第三座大山是供需失衡。住建部还在呐喊着什么要增加100万套城中村改造。我就想问问这些官老爷，你们是不是活在平行世界？全国现在的空置房已经多得吓人了，你们还要继续盖新房，这不是病急乱投医吗？就拿北京旁边的燕郊来说，2018年的时候，燕郊的房价能卖到 4.5 万一平，甚至有些楼盘能到5万。现在呢，暴跌到 1.3 万一平，跌幅高达 71%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就连北京这样的超一线城市的附近，房子都撑不住了。更讽刺的是，中国的银行还在往这个烂摊子里注资。但是平安证券预测，2025年所有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增长率可能只有 1%。你说这些银行能撑多久？有意思的是，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最近要求保险业者披露对万科的风险敞口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连国企背景的万科都已经岌岌可危了。所以我说，2025年的房地产市场肯定会更惨。大摩预计明年房屋销售要下跌 12%， 惠誉说房价还要跌 5%。但说实话，我觉得他们的预测都太保守了。来说说最核心的问题，为什么202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连救都救不了了？大家看看最近中国这些政策，不就是在炒冷饭吗？12月24日，住建部和其他5个部委开会，提出什么4个取消、4个降低、2个增加的政策。说得好听啊，但其实这些政策在去年5月和9月就开始实施了。你说这不是在糊弄人吗？更搞笑的是，他们说要把房地产白名单的信贷规模增加到4万亿。但是且不说这个数字靠不靠谱，就说这个政策从10月17日就开始实施了。结果怎么样？富力地产直接被列入失信名单了。到2024年10月底，富力地产已经有352亿的债务逾期了。从2021年到2024年上半年，这家公司亏了547个亿啊！就连号称模范生的万科，现在都快不行了。它2025年5月到期的美元债券，现在每1美元只剩80美分左右了，创下1年多来最大跌幅。2027年到期的债券更惨，跌到49美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市场觉得万科连一半的债都还不上。根据标普的统计，从2021年到2023年这3年里，已经有超过50家房企违约或者无法还债了。今年的违约大户包括碧桂园、金辉集团、朗诗绿色、迪马股份、雅居乐、富力地产这些曾经的明星企业。为什么这些救市政策都不管用呢？因为中国房地产的所有上涨逻辑都已经不存在了。第一个逻辑是人口红利，这个已经彻底完蛋了。中国2023年人口减少208万，2024年更是减少超过300万，预计2025年会减少更多。你想啊，人都越来越少了，谁来买这些房子？第二个逻辑是城市化，这个也基本停滞了。现在的年轻人都往1线城市跑，3、4线城市的房子谁要？
不信你去看看河北廊坊、江苏南通这些地方的房价暴跌就知道了。第三个逻辑是经济增长预期，这个更惨。现在的年轻人工资都在降，工作都不好找，谁还敢背30年的房贷？有个调查显示，现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，有超过60%的人月收入连8000块都不到。这些人怎么买房？第四个逻辑是投资收益，这个就更搞笑了。以前大家买房不就是觉得房价肯定会涨吗？现在倒好，房价跌成这样，房租收益率也就2%左右，还不如买国债呢。所以啊，202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注定是哀鸿遍野。光是房企要还的7000亿债务就够他们喝一壶的，更别说还有1000万套法拍房等着砸盘了。最近看到一个新闻特别有意思，中国住建部说要继续坚决落实现有住房政策和新增促增长措施。我就想问问这些官老爷，你们是不是对坚决这个词有什么误解？你们这些政策都实施大半年了，房价不照样往下跌吗？说白了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死循环，房价跌，老百姓不敢买，开发商卖不出去，还不上债，银行收房法拍房增加，房价继续跌。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循环能不能打破，而是这个循环什么时候会把整个金融体系都拖下水。你们想想看，中国的房地产占 GDP 的比重有多大，占整个银行贷款的比例有多高，一旦这个行业真的崩了，会带来多大的连锁反应。所以我劝那些还在观望的购房者，千万别着急买房。别说什么地段好，学区房价格见底了，现在的房子就像是一个筛子，你往里面倒水，那就是在填无底洞，等到2025年年底，说不定现在的这个价格还要再腰斩呢。